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。今天是大年30，先给大家拜年。这个影片也是咱们频道的贺岁片3部曲之一，讲一讲不一样的年兽和时间空间的关系。提起年兽，大家知道，在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，说是有一种动物叫做蜥，是传说中的太古时期的神族恶兽。这个蜥没有人知道它住在哪里，但是只知道它的相貌恐怖，生性凶残，专食飞禽走兽，临界虫豸，一天换一种口味，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，让人谈息色变。后来人们发现了蜥的活动规律，它每隔365天窜到村子里祸害一番，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，等到鸡鸣破晓之时，它便悄悄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后来太白金星扮作乞丐来到村子里，用他的竹子拐杖、要饭的打脸还有带的朱砂，把每家的院门抹成红色，然后把打脸和拐杖一起给点着了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吓走了蜥。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神仙帮助，于是跪拜，从此有了除夕夜吃年夜饭、贴红春联、放爆竹的习俗。而从神秘学的观点，我们要探讨的是蜥来自哪里，而它又是如何知道每365天就出现在这里一次呢？这就涉及到了2个概念，时间和藏身之处的空间。根据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弗里茨·兹维基超新星之父，他想计算需要多大的物质才能够吸引住后发座星系团里的银河，使它不飞出星座去，也就是距离地球3亿光年外的在狮子座后面的星系团。经过计算发现，星座里可以观察到的物质比需要的物质少了400倍，这说明星座中充满了未知的物质，也就是常说的暗物质。后来人们发现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只占宇宙总能量的 4%，23% 的能量是暗物质，73% 的能量是暗能。也有人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我们放眼于宇宙，科学连婴儿都还不是，仅或许就是一个刚刚发育的细胞，或者比喻为仅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中的一个水分子。这就是我们科学现有的认知。蜥来无影去无踪，人们看到的仅是它的形态，但是这个形态只有在那一天出现，但当时的蜥甚至就是一种能量或者是暗能，一种幻象，一个既有又无的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害怕它，因为它无影无踪，来去自如，不受控制。说白了，蜥就是那只盒子里既死又活的薛定谔的猫。而用人类的3维的固有的概念去降服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于是有了太白金星下凡，而太白金星作为神的存在，它是从更高的维度在看待这个世界。这里就引出了太白金星的法宝——红色的春联。记得我们分享的风水吗？记得我们的宇宙的钥匙万字吗？记得李思岑教授的通往灵界的 IP 地址吗？对了，这都是相通的。对联、爆竹和火，这3样聚集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通往灵界的 IP。而这个 IP 的作用就是把蜥困在灵界，不要放出来。
而这个灵界还有其他的方法到达吗？有，那就是时间和梦。这个年兽和灵界的故事，你有什么脑洞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分解。谢谢您的收看，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独在异乡为一课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安幸福 ，peace。